我记得23年的11月底，戴哥出货了第一只奥拉战士学霸，也大概就是从那期视频开始吧，我的频道逐渐有了起色。在那期视频里，我毫不吝啬地夸赞了学霸带给我的震撼，毕竟做的是真的很优秀。我还记得学霸一开始价格跌得很厉害，甚至预定的时候都一直是有货的，结果素质太好，现在又涨回来了。当然也让倒爷抓住了商机，1年后预定维尔宾，我直接就是没想到。说实话，一台和雪霸相比都不在动画中以主角机登场的机体，甚至需要去蹭翼霸的配色，让人误以为是翼霸魔改后的机体。我本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凯子才会去买，结果最后只能忍痛加价收转单。哈耶克的大手可真有意思呢。不过这次的这台维尔宾也真是不负我的期望啊，不仅延续了雪霸的水准，我认为在雪霸的基础上甚至完成了超越。那今天就来一起开箱看一看吧。首先简单浏览一下配件啊，这次的第一台配置绝对是可以给个满分的。支架头不仅保留了金属的材质，和本体的连接件也给了3种，其中2种插在屁股的后方，非常的紧实，非常稳。还有一个可以架在维尔宾前方裆部，摆出飞行造型的，真的是超级好评啊。接着手型方面，我还真是第一次在一台 MB 里看到给了这么多造型手的，除了本体的一对握拳手以外，3种幅度的开掌手，一对握匕首，一对握大剑的手，以及一对握枪手。细节刻画又贼丰富贼帅，好评好评。接着是武器，除了一如既往的经典奥拉之剑和剑鞘以外，这次还给了本应该是翼霸的可变式灵光光束步枪，以及一对小匕首。这个涂装细节和造型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在 MB 中也是顶级的好吧。那最后剩下的这一堆其实是应该搭载到本体上的配件，翅膀和奥拉驱动器等等东西。而且我没想到的是，戴哥这一次竟然愿意把翅膀改回一体结构，不像雪霸那样做折叠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劝了呀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这些部件都先搭载一下。万万想不到吧，2把小匕首竟然在2个腕甲内都做了完美的收纳机构，而且完全不干涉可动。接着是奥拉战士标志性的3重翅膀。另外和雪霸一样，两侧奥拉驱动器都有一个可以抠开的盖板，并且抠开之后还给了一个盖板展开的替换键。不过这个替换键实在太小了，特别容易丢，要是能做成展开的机构就好了。接着就能装上剑鞘的连接件了，然后就能把剑鞘和剑都搭载上来了。最后再拿上这把翼霸的枪。OK， 那么这就是维尔宾的完全体了。其实我是不太清楚这台机体的背景的，我只记得激战 T 里面好像是有这么一号人物的，但它的配色我记得是这样的呀。所以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确实没有去细细了解。但总之，这台和翼霸或者说比尔拜因，它就不是一台机体。另外和雪霸的大长腿不同，维尔宾的明显要更敦实，但是华丽感可丝毫不输给雪霸，足见造型师的功力。来一起放大看一下细节。首先是这个上半身啊，就是我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夸了，这个细节表现实在是太丰富了，不仅仅充斥了各种金属色的涂装分色，而且不同材质的运用也非常的得当。整体看起来就感觉虽然细节量是大到飞起，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感觉繁复和多余，而是很有精致感啊。就比如推进器喷口的内部细节，造型上有点空装强袭的这个意思，但细节上简直碾压。这不同的红色分色和涂装的质感，这简直就是骑在福冈沙拉比脸上打脸啊！整个机体的造型细节主要有3层重点，第一层是充满了生物感的内构细节，比如膝盖后方的露出，翼霸被诟病缺少的生物感，在这台维尔宾上表现的是非常的优秀。二是机械感，还是比如膝盖的动力管、手上的武器、身上的机械刻线等等。和生物的结合又非常到位，一新科技的感觉。最后就是高贵感了，整个外甲的处理都有中世纪铠甲的感觉，并且辅以复古欧洲宫廷风格的细节点缀，加上整个配色都是高光的亮面烤漆质感，整个气场确实是很符合该机那国禁卫骑士团团长式样的身份，可以说每一层都做的是很完美啊。完美的也不只是造型和涂装，整个机体的可动也非常的有意思，可动结构设计中又内藏了大量的惊喜，让人越玩越兴奋。首先来看到维尔宾的这个脖子啊，玩过雪霸的都知道，老朋友了。这个机械细节内构里面竟然还包着一层联动的拉伸，不仅造型非常之漂亮，抬头也能达到75度左右的超级幅度。低头方面，维尔宾不仅仅是做了一段简单的双动脖子关节，而实际上是做到了整个结构上对雪霸的超越。翻到背后处这个竖直翼片这里，如果你拉着它向上抬的话，就能看到领子处的装甲和整个脖子一起做了翻转前伸。
以前我认为脖子设计的最好的是千纸链的盖塔龙，然而韦尔宾的出现则直接成为了这个单项目里面的新王，不仅保证了自然的45度以上的低头，而且还有前伸。头部的左右侧摆借助双动脖颈关节，已经可以达到极其灵活的30度以上的摆幅了。左右的转头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和上拉的脖颈处有联动，只能转动到接近90度的幅度，但这也已经是相当的够用了。大臂根部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双动球关连接，前后20度左右的可动域也是相当不错了，但这台韦尔宾肯定是不满足于此的。这时候如果你拉着翅膀根部向外转，那么你将会看到一整块生物与机械感完美融合的魔鬼背肌被拉了出来。韦尔宾并没有简单的采用老式的根部拉伸结构，而是像生物一样，如果你想前伸，那当然是连上整个背肌一体的前伸活动。思路和阿尔文 Anime 的素体一样，都是扩背，只不过 Anime 是收缩前胸，韦尔宾是拉出整个后背，这使得整个前伸范围也达到了45度以上。这个设计真的是太他妈精彩了，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那如此相比之下，手臂的可动也就没有那么的精彩了。首先，肩胛这个地方是独立的转轴套在肩部，大臂360度的垂直大风车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转动时肩部内构细节也是非常的漂亮。平台能够轻易的超过90度，这个两面包夹芝士的结构也是很有意思。大臂根部当然也配置了360度的平转关节，其实小臂的上段也可以转360度，可以看到这里转动的过程中，小臂其实也是转动了一点的。肘部的造型我是非常满意的，但是这两根膨胀的空心轴我真的是看得心惊胆战。虽然我知道 MB 都是这个破结构，但我也知道它不能撑太久。虽然现在紧到离谱啊，但松已经在路上了，真松了再找手艺人修复吧。而且曲肘这完美的180度也是非常的自然，非常漂亮。新的惊喜又出现了，腕部做了一个隐藏的拉伸展开机构，让整个手臂进一步的增加了30度的弯曲幅度，并且这个关节也能向前摆动。不过真正的手腕和手背的爪子也就是简单的单球关了，没有什么可动的幅度。胸腰部分的可动也是非常的优秀的，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弯腰时超过30度的弯腰幅度。那如果觉得这个幅度不够的话，还能加上这段脖子的前伸。后仰的幅度也同样的非常的优秀，可以看到腰部的后仰拉伸关节带来了30度左右的后仰范围。胸腰部分这里其实还有一段裂甲弯腰的关节，不过这里确实有点松。腰部做了内嵌的左右摆动的关节，能做到向左向右20度以上的摆动，可以说已经是非常的有心了。另外转腰方面，排除腰部的干涉，能转动75度左右，当然了，这个幅度也已经非常的足够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台转腰是有点略松的。胸腰的可动并没有做什么阉割啊，那雪霸的经典结构自然也就不会落下了，那就是这个当时令我无比惊艳的驾驶舱展开机构。这次做了一层绿色的零光力保护罩，不过罩子是掀不开的，虽然内部刻画了驾驶舱的细节，不过得离近了才能看得到。另外展开部件的结构也没有变，透明件依然是很脆，这个地方把玩的时候是一定要非常小心的，避免像我之前的雪霸那样断轴。裙架这里做了两半展开的结构，不仅外部的造型非常的优秀，内里也同样有细节的刻画，只不过成型色的质感是比较一般的。整个裙架没有固定在胯部，而是直接固定在了两条腿上，并且做了拉伸和折叠的关节。虽然裙架并不会对腿部造成干涉，甚至也没有侧裙架的阻拦，但韦尔宾给自己设了限，前提只能略微的超过90度，再往上就有一点紧了，没敢硬掰。而后踢也是如此啊，虽然完全没有什么遮挡，但后踢只能达到45度左右的幅度。侧抬的幅度也略有遗憾，大概只有75度左右，离90度还是有一点距离的，虽然够用吧，但确实有点可惜了。而大腿根虽然有平转，但由于设置在了根部，外角的包裹形成了干涉，所以平转只能向外45度左右，向内就没有了。不过腿部的亮点可不在大腿，而是这一段屈膝的关节。和雪霸一样，为了表现出那种鸟腿的生物感，设计了一小段轻微的反折幅度，配合上腿部的曲线，这段反关节简直就是注入了灵魂。小腿肚附近还有一个金色的拉环可以摆动，而整个屈膝的动作也是漂亮又经典的联动机构。不过现在这种膝盖甲的联动和装甲后移已经是烂大街了，这里也只能说是常规的操作了。而120度的屈膝后暴露出来的膝盖内构部分也真的是娇老色图啊，太漂亮了。不过膝盖旁边的软胶管子我是很担心时间长了会裂开。当我本来以为以上的机构已经是很无敌了，剩下的这个鸟爪子也就是个普通的多段关节的爪子，用来保证全方向的接地和飞行的造型的时候，我是真没想到啊，竟然还有高手。
注意这里下拉爪子时的侧面小腿甲的联动，爪子摆动的同时，小腿甲会轻微展开，露出一定的内构。你说这个联动的幅度不够看？不急，里面的关节也给你做了一段联动，而且是联动下滑的，范围比外面的还要大。但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No， 它竟然在小腿的3面都给你做了这样的联动，而且效果还都不一样。后面这一段我一开始还没有发现，是摆 pose 的时候才发现，咦，怎么后腿甲在动？立马补录了一段，并且整个爪子根部还有一段关节可以做前后左右20度的接地摆动。明明靠这几个灵活的爪子就已经能解决接地的问题了，还是给了一段摆动。它真的是万代吗？也只有这个前爪有简单摆动，其他没有，可以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了。另外，这个追加的中间的小翅膀竟然也能展开，露出翅根。第2段推进器可以做轴向的旋转，也可以做轻微的左右60度的摆动，当然也能展开，露出喷口细节。咱还是这个词啊，非常的惊艳啊。而奥拉战士的灵魂奥拉 Converter 这里只给了一段斜切的转动，说实话这里是用着很不舒服的，上下也能做60度的摆动，而最重要的就是展开驱动器的内构了。这类生物感的涂装细节，不管看多少遍都觉得很好看啊。不过这个翅膀虽然不用折叠了，但也变得超级的容易掉。OK， 那么也带大家看完了所有的机构和细节了。各位认为这次的维尔宾的表现如何呢？我向来是很少以艺术品来评价玩具的，更何况是戴哥的玩具。但这一次，我觉得这个词真是当之无愧啊！我觉得甚至比解体降机还解体降，绝对可以算是2024的年度绝唱了。哦，对了，维尔宾的这把枪还有一个斩击模式，不过需要把枪柄卸下来，替换为这个竖直的把手。很可惜的是，这里并没有做成变形的零件，明明连阿尔魂的老翼把都做到了，这里确实有点可惜啊。接着取下枪口的零件，就能装上这个绿色的斩击特效了。只不过给了这个的话，却没有给剑的奥拉斩特效，多少有点本末倒置了。好了，那这就是最后的一张 pose 了。本期评测也到此结束，视频创作不易，求求大家给一个1键3连呀！